你打我噻！你打我噻！你不打脸要得不？走在成都的街头，无不充斥着四川人独具特色的高昂腔调与彰显地域特性的标志。成都话有一句叫做“毛椒火辣”，就有用这个毛椒火辣作为店名，大家可以猜一猜这种店是卖什么的。如果让你取一个店名，用四川话取，你会取什么？我呀，我可能会取龙门阵火锅。游戏店呢？游戏店啊，果果网咖。耶，兄弟，咋个的呢？川话电影和方言说唱音乐的广泛传播，更是让四川方言成功出圈，成为一种自带吸引力的潮流语言。来，好吃的很，好吃的很哈！作为一个离乡已久的四川人，我禁不住好奇，为什么西南官话会成为一种流行文化？哇，这边你看，典型的成都的感觉，成都的茶馆就是这样子的感觉，这种木椅子4把，然后一个木桌。哎，大家可以看到，罗老师正在那边讲评书。小刚这儿跟大家讲这东西呢，叫做是新派评书，3、5岁的娃儿都在听，听的是啥子？龙门阵。罗老师现在正在讲四川方言里边的龙门阵是怎么来的。最开始在明清时期，那时候的评书里头呢，很精彩的一段是啥子呢？薛仁贵东征。每一次说书人在摆头这一段的时候，我的个天，底下的人听的是瞠目结舌，老百姓就后来把所有说得很精彩的故事啊，都说的是走去听龙门阵，以至于再到后来，所有人聊天都说走，我们去摆龙门阵。就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就是，其实我们说方言哈，就很多这种方言的词，比如说像我们四川典型的龙门阵啊，什么离扯火呀，什么扯把子啊这些。你来四川话说这个词儿说得出那个味道不？离扯火扯把子，对，摆龙门阵，这是你本人。哦，这个才是我，是不是？所以成都的每一个这种地道的方言，它都是有典故和来源的。不光是四川方言，全国每个方言肯定都有它的故事和由头。当然，我们作为四川人，肯定最傲娇的就是四川方言是最有趣的。这是魔王转世的妖孽，我用乾坤圈才压制住他的魔性。接下来我们去打麻将，社区夜走起哦。我们四川人最大的妥协就是给一点鸳鸯锅。对了，四川火锅真的好吃，很80块来。四川的妹妹真好看。天不怕地不怕，就怕四川人说普通话。走，今后撸串串啊！四川方言词典。哦，真的假的呀？你在全国走到处，你有广东话方言词典吗？应该没有吧？我们四川老师们出了2本，就其中一个版本。哇塞！来个四川方言考试。可以啊。Lesson 1。Lesson 1。西西同学，请听题。好的。有一个四川方言说“妈干吃紧”。妈干吃紧啊，这个让我来形容一下啊。就根本不要搞普通话，很难找那个词来形容。就是怎么形容？就是你把它所有的东西都占便宜占尽了，占便宜占尽了，而且基本上就是你能索取的全部都索取完了。磨皮擦痒，磨皮擦痒，这个我可以从字面的意思解释，然后我还可以从衍生的意思来解释。对，就是那个磨皮，然后去哪儿痒了，然后去擦一擦，挠一挠，形容一个人闲的无聊的已经到顶了。哎，挠皮，擦擦痒，然后就觉得哎呀，怎么哪儿都不对劲，浑身不对劲。这是孙悟空本人。对，哎呀，磨皮擦痒的就怎么，哎呀，难受。你能感受得到这个人真的，他的肉体坐在这个椅子上，但是他的每一寸皮肤都想离开。哎，还有男人啊，对，很像，对，很形象。一个外省人只要掌握了3个字，基本上你可以走遍成都这无敌手。哪3个字？
就是哈、三、哇，所有的陈述句，你都后边加个哈，就基本变成成都话了。比如我们去吃饭，我们去吃饭哈。三就是祈使句，要求对方的，哎，你过来噻，过来噻。哇就是疑问句，这个是个水壶吗？这是普通话。如果是成都话呢，这个是个水壶哇。而且就是这3个字，你知道吗？就他把整个四川话的那种柔性，那种对于对方的尊重，甚至是自我的谦卑，全部体现进去了。在外漂泊，在外打拼，对吧？说了这么久的普通话，但是真的有一天你回到了老家，回到了四川，当你说起四川话，说起你的家乡话的时候，你那份情怀，就像这种一个哈字，就能让一句话它变得软下来，变得很有感情，人情味，很有人情味儿。我觉得就真的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，所以我真的觉得自己还是深深的热爱着自己的家乡的，而且我觉得我现在有义务要把这种我自己热爱的东西推广给大家。对，生活当中其实小朋友都说普通话了，多了不说，现在的成都都会出现起码一半都不会说四川话的，这倒不是说什么对和错。现在的小孩吗？因为你想嘛，全都是教普通话的嘛，这肯定也是大势所趋。但是你说本身我们四川话里边承载的一些感情，如果小孩不会说了，这种感情和思维就会一种文化的遗失，就不知不觉的这个东西就不存在了。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。而且你不知道，我们平时说四川话的时候很自信的，而且很自豪的。在其乐无穷的一次对话中，我仿佛寻得了四川话潮流背后的智慧。长久慢节奏的生活让四川方言更多了一份烟火气，绵软不失风趣的腔调，传神且自带笑点的用词，正是巴蜀方言独有的魅力。我先这样行不？哎，老师好，你好，我是云溪，怎么和印象中的张老师的声音不太像呢？秦始皇的秦，玉皇大帝的玉，容是哪个容来着？黄蓉的蓉。啊，对，4岁是吧？有照片不？你微信把照片发给我，把他其他资料也都给我。一个照片你就让我去找人。哎，你好，张老师好，我们去拜访张老师。Hello， 张老师，你好。哎呀，天哪！我是云溪，贵客。印象当中的太乙真人。哎，对，张老师，频道太乙真人，虽然有点婴儿肥，但也掩不住我逼人的帅气。为什么会想到要用四川方言去演绎太乙真人的这个角色？他这个有点来源于太乙真人，他的道场在绵阳的江油乾元山金光洞。哦，就在四川。那所以说，就既然他是来自于四川的，那我们当时就想了，为什么我们不能把它配成川普？首先贴合角色本身。对，其实我在电影中说的太乙真人的这个词儿，它不是川普，我们把它称为叫普川，拉抓，不一定全国人能听懂。所以说，我们把它改变了一下，说哪吒。我们把普通话的发音全部找准了之后，用四川感觉去说它。所以张老师，您是四川人，我听您说这个成都话说的，四川话也说的挺好嘞。还真不是，我是东北人啊。我老家是吉林人，6岁的时候到的成都。哦，您一说东北，有点颠覆是吧？这个有点没倒过来，您知道吗？您能用东北话配吗？比如说用东北话配个太乙真人是吧？太乙真人啊，这就是我。万人敬仰的太乙真人，虽然有点婴儿肥，但是依旧掩不住我逼人的帅气。我觉得四川话现在越来越潮了。对，80年代的时候，我们听到了东北话在舞台上出现，后来我们看到很多的影视作品中，东北话越来越多了。小岳云鹏在舞台上说相声，经常有时候会夹杂着一些河南话，河南话在影视作品上也慢慢开始出现了。四川话同样的，因为哪吒，还有以前的一些电影中也有四川话的存在。然后其实我是想来挑战，来嘛，就是我们可以玩开一点，就是比如说我用川普先把太乙真人还是您来，对吧？然后我就把其他角色都来一遍。来，
你知道吗？我当初看这个电影的时候真的是超激动，超激动。而且这个电影是所有的制作人员、配音团队全是成都的，全是成都人，全是成都的。哦，是吗？就包括饺子导演他们都是吗？饺子是泸州人呐，真的好自豪。那真的可以配一个川话版了，其实。这种结果当初也不是没有想过，都尽力了。可能这个就是渣儿的命吧。我自己的命我自己扛，不连累别个。那抓就是魔丸，这是魔丸转世的妖孽，我用乾坤圈才压制住他的魔性。我使了天劫咒，引天雷下凡，摧毁魔丸。老汉儿，妈，谢谢你们。看来我的时间到了，不要挣扎了，这个就是命中注定。去你的了命！我命由我，不由天，是魔是血，我自己说了才算。别个的看法都是狗屁，你是哪个？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。那个是老汉教我的道理，你找死！如果命运不公，就要和他斗到底。感觉怎么样？有点巴适，有点巴适。哎呀，激动，激动，激动！当方言与艺术相遇，这不仅仅是一种形式表达，更让四川话充满了独特的生命力。每一个字都有着他自己的人生。客气了，客气了，客气了。最近也已经很久没有说成都话了，能说两句成都话。找点家乡的感觉。哦，有点安逸，有点巴适。而正是这些生动而具体的字，让我读懂了家乡的每一寸时光。即便游子远途归来，只要乡音未改，那岁月似乎就依旧在原地等着我。包括了还有一些很土的一些称呼，这阵儿。这阵儿听不听得懂？这阵儿是什么？有一部美国大片，内江威安话就是这阵儿下。哦，这阵儿下是蜘蛛侠的意思吗？这个我还真不知道。这阵儿下，然后这阵儿下涂的那个丝啊，这阵儿蒙蒙，这阵儿蒙蒙，感觉好奇怪的感觉啊！快来2块一斤。我菜吗，美女？方言折射的是一方水土看待世界的方式。这边就是成都的太古里，就是现在特别现代商业区，对。但是这里呢，就是有特别有老城的特点的大慈寺。因为我夫人的婆婆就是一个川剧演员，她曾经说过这个就是一个很老的老成都的一个绕口令：我不吃鹅蛋，我不变我；我不吃鹅蛋，我不变我。哎，可以噻。可以的。无论是川普还是蒲川，人们爱四川话，或许爱的就是只有那巴蜀山水才能酝酿出的豁达乐观和感性直白。而在越来越流行的方言文化背后，是我们在激流勇进的时代中磨练出的从容淡定，以及那份于千万次思念里镌刻出的深情。完了完了完了，哪个是倒车？这个是倒车。你确定这个是简单的吗？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耶？怎么就没有一只能射到呢？大招！哦，你还会翻跟斗啊你？哎呦，你好厉害啊你！啊，你翻，哇 ，nice， 这个神僧可以啊。